冬天。可是我念着念着不放任何机会，假装太阳融化你的雪。可是你放着放着不念，回忆冻结，零度寂寞的我好想念。I will miss you, I miss you, I miss you till the end of time。木马会旋转，泪水会打转，想念啊，会不会倒转？舒培，我有事先离开了。为什么昨晚那个吻的感觉这么真实？不敢进来吗？来我们公司有什么事？是为了上次你说的贴身采访的事吗？不好意思，最近很忙，没空。我不是来找你的。不是来找我的，所以你决定不采访我了。
我不记得了。可是我记得非常清楚，最后一段是在电梯里面拍的，拍完以后有人还自己加了戏。秘密，我觉得你发烧没有好一点吗？你怎么知道我发烧？看来他不记得昨晚发生的事。你不是在咳嗽吗？生病的人干嘛不在家好好休息，还来工作干嘛啊？你是在关心我吗？咪咪，来了，不好意思，我跟咪咪有约。你不是说想贴身采访我吗？我看你干脆从现在开始跟着我。过了现在，我可不保证我不会改变心意哦。都1年了，你还是没有学会遵守约定的重要性。今天是我跟学长先约好的。谢谢你，谢谢你给我这么多宝贵的意见。太客气了啦！你们营销部的宣传企划一直都是业界最强的，我只不过是在照片上面给一点小小的意见而已。你这一点小小意见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好，带送回去。怎么了？可能坐太久，正巧有点头晕。先旁边坐一下。你知道吗？每个女生都需要一个肩膀，可以让她依靠、照顾她，尤其是你。学长，我知道你一直都很照顾我，对我又那么好，但是
但是因为生命，我知道你心中还有他，我也知道爱情不能勉强，在这3场等待，真的不需要为了我浪费时间，这样你很辛苦的。而且其实现在的我，也不太敢奢望什么爱情，再加上我身体又那么不好。不要小看自己在爱情世界里的魅力，你这么勇敢的活着，而且活得这么精彩，所以不要那么快去绝望，至少让我多保护你，等待你的机会。虽然我只是个学长。对于我的追求，你不需要有太大的压力。对了，过几天我想去看房子，要不要陪我一起去？给我点意见。你要搬家，作家会答应吗？我一直很希望我有一个完整的家。既然杜家不接受我妈，那我想说服我爸，就让他去外面住。这是秘密的家，还有全家人，我跟狼爸一家人都可以住进来。泽明现在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家，身边还有舒培，我应该不用再担心他了。咪咪，嗯，身体好点了吗？我带你看医生。不用啦，我已经好了，可以回家了。那我去开车，你待在楼下等我。你 OK 吗？我答应董事长这1个礼拜要交出解决方案，剩没几天。可是你身体这样，我这边可以了，我真的没事，快走吧。看这个，这是公司产品10年前顾客 feedback 的统计资料，那个时候满意度还有将近100%。看一下这份，隔1年之后每年的满意度一直往下掉。一定是哪里出了什么错？会不会是工厂出了什么问题？喂 ，Gary， 我想调阅公司的10年的人事部资料，你现在寄给我。10年前一位许国龙师傅离职，如果没记错，他是一位非常知名的单车设计师。他离开之后，接下来的几年陆续的都是设计师离职。也就是说，他一离职，工厂产品品质出了问题，甚至是班底也跟着相继出走。哎，你不是有个产品改良计划吗？你需要一个执行的 key man， 说不定这个许国龙师傅就是你要找的人。
秘密，泽明这么急着要去哪里啊？他出了个不可能的任务。不可能的任务。你不是想贴身采访他吗？这应该会是个蛮不错的机会哦。哦。你在干嘛？你不知道这样很危险吗？我在贴身采访啊，采访的过程中难免会有点危险啊。你想拍我什么？我可不曾来做闪光灯下人物。请问影片里面的人是你没错吧？你是不是经常这样带着大野狼到处攻击、伤害别人？是不是就因为你身上有这种残忍暴力的东西？不需要用那种眼神看我。你可以准备下车了。下车，到了吗？你来我们牡丹村要找谁啊？没有找谁，是送你回家。下车。你要干嘛？系安全带，送你下车。杜泽明，快回家吧，我还要去找一位单车师傅，你在我没有办法专心。江平，你知道单车师傅的地址在哪吗？不好意思，请问是许国龙许老师傅吗？你好，我是杜氏集团的杜泽明。我有急事想请您帮忙，方便进去跟你详细说明吗？徐老师。徐老师傅，公司现在面临关厂的危机，许多人家都要因此而没了生活的依靠。我知道你一定可以帮我解决这个危机的，请你开门见见我好吗？徐老师傅。徐老师傅。
经人，我帮不了你什么忙啊，回去。不要再淋雨了，回去吧，明天再来。你先回去吧。你自己撑就好。你不撑，那我也不撑。这么喜欢淋雨，那我陪你一起。回去吧，明天再来嘛。走啦。您拨的电话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The number you dialed is not answering. 哲明哥哥跑去哪里了？怎您么都拨的不接电电话无话人？接听，请稍后再拨。还好吗？这家伙八成是又怕打雷。德明哥哥，怎么样？又怕打雷了是吧？真不知道你以前怎么度过的。以前有妈妈或者同学陪我嘛。那现在可以安心睡了吧？哲明哥哥，我听江平说你去找徐老师傅。对啊，我在猜，公司15年前低成本高品质的产品是出自许国龙之手。我打了一整个晚上电话给你都没接，害我好担心。
你是害怕打雷吧你？唉，我还要工作，别吵我，赶快去睡觉。那你不可以关掉视讯。泽明哥哥，江平过后有跟我讲，你一整个晚上都有秘密陪着你，对吗？我应该为你高兴的，可是你没接电话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想哭。泽明哥哥，苏培，开门。泽明哥哥，几岁了还在怕打雷？那换这个来睡吧。胆小鬼，晚安。我才不是胆小鬼嘞！你是，赶快睡。徐老师傅，你没事吧？还好吗？小心小心。我们先扶你进去。应该好多了，谢谢。杜贤，谢谢你。不过，我想你不要费心思了。我这辈子是不会再碰单车了。徐老师傅，我不晓得是什么原因让您不想再碰单车，但是我相信单车一定曾经是您最大的光荣。不好意思，可以请问一下，那个墙上那张照片中间那个小男孩是你儿子吗？旁边那个是他妈妈吗？出去！你们现在年轻人是怎么样？听不懂人说话是不是？出去！不好意思，打扰了。你刚才是发现什么？为什么他会突然这么生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突然这么生气。不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张照片是我帮他们全家拍的。那个小男孩叫做小智，是他的儿子。这么巧？你应该不知道我小时候常常住院的事吧？之后再跟你说。我们先回家找底片，也许有机会可以说服徐老师傅。
田爸、田妈还有神农、时任怎么都不在家？他们去南部劈花草了。哦。秘密是火车的声音耶。我家对面是牡丹车站，所以每天都可以听到火车的声音。我教你写你的名字。好好吃，好久没有吃过白饭。来，干杯！欢迎泽明加入咱们田家。又讲。爸，原来爱情会让人胸口闷。你跟狼妈一起也会这样子吗？老爸，我觉得你明天向秘密告白，我想要当我的母狼，还有我的女人。我找到了。这是光吗？慧琴。蛋呢要半生半熟才好吃，建议你数10秒。10、9、8、7、6、5、4、3、2、1，好。锅该是我的，你身为主人的，不应该先礼让客人吗？就是因为你是客人，所以旁边这个大碗公是你的。这个大碗公是留给你的，用锅盖吃泡面是最内行的方法，你以前教过我。所以我才说这锅盖我要了。你要不要放手？你再不放手，我要大叫你非礼我。好啊，现在家里没人，你叫啊，看谁会救你。啊，手痛！怎么可以这样那么过分啊？给我捞啦！我手没事啦。赶快吃吧，等一下还要去洗照片，再去找徐老师。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你还记得当年帮你们全家拍照的那个小女孩吗？那就是我。
爸爸妈妈来看你哦。爸爸，妈妈，他就是住在我隔壁病房的秘密。原来你就是秘密啊！小智常常提到你哦。许爸爸好，许妈妈好，我可以帮你们一家人拍一张照吗？好啊。来，下一个。后来我出院之后就没有再看到小智了。他现在还好吗？小智，开刀没有成功，他也没活下来。你说小智他不在了？都是我的错，我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照顾孩子的责任。小智他妈妈跟他需要我的时候，我都不在。就连小智开刀的时候，我也在工厂里面赶着一批货要出来。我连自己的孩子最后一面也没见到。这个单车是我亲手做的，送给小智当生日礼物，他很高兴。我还记得他那个时候说：“啊，你要做很多单车哦，让别的小朋友跟我一样幸福快乐。”小智一定很以你这个爸爸为荣。可是我却辜负了他们。小智死的时候，我太太一直不肯原谅我，坚持要跟我离婚，连你照的那个照片，唯一我们一家三口的照片，都给她撕碎了。你们两位这么看重我这个老头子，我非常的感激。可是我发誓过，我太太一天不回到我身边，就一天不碰单车。我自己的家庭都照顾不好，我有什么资格让别人的家庭幸福快乐？看来不帮徐老师为解开心结，他是不会答应回到杜氏奇的。可是就连徐老师傅都不知道他前妻人在哪了，你们要从哪里找起啊？喂，学长。哦，那我马上过去，拜拜。你如果有事的话，可以先走。那我走了。对了，学长，上次没有跟你说一声就直接走掉了，对不起。没关系啊，我也忘了。帮我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还不赖，给我点意见。好。很好啊，格局很宽敞，采光也不错哎。中岛厨房，哇！厨房这样设计真的很棒哎，你眼光真好。如果美惠阿姨知道你要买房子接她跟你爸一起住的话，一定会很开心。小时候，你知道我没有爸爸，
所以特别羡慕别人的小孩有完整的家庭。有时候我会想，我长大以后如果有自己的家庭，我的家又会是怎样？家，我自己的家庭都照顾不好，我有什么资格让别人的家庭幸福快乐？怎么啦？我在想徐老师傅的事。你是说许国龙师傅？学长，你应该知道泽明最近想要重振单车工厂的事吧？他一直想要找徐老师傅回公司，可是对方一直都不肯答应。你还是那么关心泽明？你不觉得刚刚那个女主角真的很傻吗？她最后就跟那个穷光蛋男主角就私奔嘞。为什么这样很傻？我问你，面包跟爱情，你选哪一个？那你选哪一个？那还用问？当然是面包啊！你吃不饱你就等着饿死，哪还有心情风花雪月啊？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选面包？我以前就跟我姐姐讲过，我以后一定要嫁给有钱人。刚刚那个男主角，他连房租都付不起，怎么能嫁给他？我不是在说你哦。没事。你想做宣传部妈妈？你刚刚请我去看电影，我请你去游乐园玩。笨蛋，电影明明也是你请我看的啊。你会怕吗？开心吗？嘉平，为什么你会晚上带我来做旋转木马？因为你怕黑。我只是想要告诉你，黑夜其实并不可怕，它也可以很美丽、很温馨。如果田爸跟田妈有时候都在忙，然后你的朋友又刚好都没有空的话，你可以找我陪你。我其实也都没什么事。嘉平，谢谢你，谢谢你让我知道，其实黑夜里一点都不可怕，而且很美丽，很温馨。他想找徐老师傅回来公司，可是对方一直不肯答应。
你还没走？你还不是一样？肚子饿了，要不一起吃个东西？怎么样？没介绍错吧？之前加班结束，我都跑来这里，点1、2个小菜，小酌一下，一整天流失的能量都补回来了。你以前也是一步一步奋斗上来的吧？以前没有杜家少爷这个身份，一切都得靠自己。现在多了这个身份，代表我们必须承担这个新时代的责任。杜氏集团不只是一间公司，也是我们杜家人跟员工安身立命的地方。说真，我并不看好你这个计划。公司的资源有限，本来就应该花在刀口上，砍掉那些达不到公司盈利的工厂，专注经营高阶单车。我也还是认为，官场绝对不是我们杜氏唯一能走的路，一定还有更好的解决方案。不管怎么样，我佩服肯努力的人。你要找人，在里面。学长怎么会知道徐老师傅的前妻在这间饺子馆工作啊？听说美惠婶婶以前年轻的时候，跟徐老师傅的前妻都在我们公司的单车工厂做过女工，2人还住同一间宿舍，感情很好。原来如此啊！馄饨汤好了，请慢用。欢迎光临，要吃点什么吗？是许国荣让你们来的吧？我跟这个男人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徐老师傅一直很想念你，这么多年来他觉得很内疚，一直觉得他对不起你跟小智。不要再说了，我已经说得很清楚。这个男人，他现在变什么样子，过什么样的生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许夫人，你不要这样叫我。你知道吗？徐老师傅到现在一直都留着小智当年骑的单车，他每天都用干布仔细的擦拭，保养得很好。他有这种保养的功夫，当年为什么不花点时间陪陪他的儿子？所以他很后悔啊。自从你跟小智离开他之后，他就再也不碰单车了。小时候，我也很渴望自己能有一个家。5岁那年，我跟家人走时，是自己一个人在深山里长大的。
你爸妈没有找你吗？我从小就没有爸爸，我妈妈她找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却一直没有找到。直到去年，我们才好不容易相认。你妈妈毕竟比我幸福，她终于找到自己的儿子。可我的小智，我能明白你因为小智的事情一直无法原谅徐老师傅。可是你知道吗？小智很崇拜他的爸爸。我怎么会不知道？小智常常在我的耳边说：“我的爸爸好厉害，好酷，他坐的单车好神奇，好棒。”有一次，他还带他的同学去参观他爸爸的工厂，还很骄傲的为他们做介绍。小智在天上一定不希望他的爸爸妈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他会希望他们在一起，他的爸爸能做出更多更好的单车，给更多的孩子跟家庭幸福快乐。徐老师傅一直在等你，等你回到那个属于你们一家三口的家。只有你放下，肯愿意原谅徐老师傅，他才可以原谅自己，才可以放过自己。我是不会原谅他的，你们可以离开了。等一下在会议简报的资料准备好了吗？好，都准备好了，在这边。这个是编号版本，你看一下。简报除了会提到这边我们会改善工厂生产线，提升品管之外，更重要的是这边强调我们未来的策略将会是着重在开发出符合安全性能标准的亲子单车上。计划是很周延，但问题是出在执行面。确实是需要那个可以彻底执行计划的 key man。所以徐老师突然就不答应了吗？少了这个 key man， 我们这个计划未必能成功。全公司都等着看你笑话。等下那关可能不太好过。总监。星星，你在我眼里。董事长，都已经超过10分钟了。怎么会这样？不是都已经约好了吗？1个礼拜要提出报告，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人。可能是遇到什么瓶颈吧。毕竟这么多资深主管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期待他1个礼拜之内解决问题，
实在太为难他了，是吧？不如这样，我们今天就散会吧。不好意思，我迟到了。老许，董事长。哦。 10年了，真的想不到还能够有见到你们。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大家请坐，大家请坐。 泽明，真没想到你可以说动老许回来。当年我们的单车工厂就是因为老许在那边坐镇，所以我们的单车业务一直在业界都是第一的。你这一次这个亲子单车幸福计划做得非常好。是啊，单车现在不仅仅是代步的工具了，更讲求的是休闲与乐活。 所以，如果能够借由这个产品，向社会大众传递我们杜氏集团重视家庭价值，不仅商品可以受到肯定，对于提升我们的社会企业形象也很有帮助。哦，所以这就叫做一举两得。泽明哥哥，赞！泽明，你真的没有辜负爷爷对你的期望，好，做得很好。 其实这次的事情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的功劳，浩伟也帮了不少忙。浩伟，要不是浩伟告诉我许夫人的下落，我可能没那么顺利可以说服徐老师傅回来公司。 之前我就讲过，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我们杜氏集团有你们2位兄弟一起同心协力，共同打拼，绝对可以发扬光大。阿伟，你并没有因为跟弟弟的竞争失去你的气度，也很高兴。 我真的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忘了吗？你忘了？杜少平是你的竞争对手。我已经教过你了，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结果呢？你竟然帮他把老徐找回来了。你知不知道那功劳是你的？你跟我说很多次了，老徐是个人才。 将来可以找回来为我们杜氏效力的，可是今天呢，所有光归了他。你不心疼，我心疼。做的是为公司好，我不在意。你说什么？你说什么？爸，我知道你想在极乐帮我争取地位，想帮我铺开一条康庄大道。 但是我已经长大了，相信我，我可以走出自己的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想说的是，我想靠自己的实力跟努力去争取我想拥有的一切。我想替妈争一口气，也希望你可以以我为荣。但我不想对子民耍任何手段。
我想跟他公平竞争。公平竞争！公平竞争！公平竞争！你跟我说公平竞争。好，年轻人就是理想化嘛，希望嘴上长高调了。我要看看，我拭目以待，哪天你们杀红颜了，还会不会在我面前谈公平竞争？哎呦，杜二少爷、田小姐，你们来了。杜老师傅，哎呀，人来就好，这么客气干什么？应该的，我还要谢谢徐老师傅肯答应回来公司帮忙。我应该谢谢你们才对啊！是你们诚心诚意去找我老婆说服她，不然她不可能回到我身边啊！你们才是我许国龙的救命大恩人。你们，跟人来。来，请坐，请坐。夫人，请坐。请坐。国荣为了谢谢你们，想请你们吃顿饭，我就想说在家里我亲自下厨，这样子最有诚意。不好意思，我正在包水饺。哦，我们可以一起包啊。好啊，人多热闹，来。啊，来，国荣，我想要跟这2位年轻人说说话。啊，没问题。哎，我拿给你个外套，你不穿着呢？太久没回来了哈，山上还是比较冷。我知道。好，我过去。对不起，让你们看笑话了。不会。你愿意回到徐老师傅身边，真的太好了。那一天你们来找我，说了那么多话，我也想了很多。这个家有太多我们一家人的回忆了，尽管有悲伤，但快乐还是特别的多。其实，人跟人在一起，就像包水饺一样，这高丽菜还有猪脚肉，也不是天生就能够粘在一起的，要不断的搅拌，让它们和在一起，最后再用水饺皮把它们包起来，感情才不会散。所以我们要学会付出、原谅，还有包容。就是这个道理。这是我这么久来才能够领会的。我想你的时候，听到声音都会飞奔过来吗？这可以是我的许愿哨吗？只要我能为你做到。圆了几个圈，偷走了季节，丢下了冬天。可是我念着不放任何机会，假装太阳融化你的血。可是你放
其实人跟人在一起，就像包水饺一样，最后再用水饺皮把它们包起来，感情才不会散。感情就是要懂得付出、原谅，还有包容。